嗨，大家好，我是 Leo。今天的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Nike Air Pegasus 2K5，算是 Nike 在2024年要主推的复古跑鞋款式之一。近几年的 Y2K 复古风潮，再加上运动鞋作为 lifestyle 或 sport style 着用的方式大为流行。我们也看到了这几年呢 Vomero 5以及 P6000 系列在市场上有不错的成绩。刚好2023年是 Pegasus 系列的40周年 ，Nike 也宣布要把 Air Pegasus 2K5 的款式再重新带回市场上。目前我手上的这款椰奶配色应该算是 Air Pegasus 2K5 回归后所推出的第3款配色。从先前发布的情报来看，后续还有越来越多的配色要等着上市。今天的影片呢，除了介绍 Air Pegasus 2K5 的款式之外，也会穿插跟 Vomero 5以及 P6000 的比较。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别忘了帮我按个赞，订阅这个频道，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接收更多新鞋相关的情报。第一代的 Pegasus 跑鞋呢，始于1983年，据说当时的设计者呢，是从爱琴海最早期的跑者获得灵感，旨在为跑者提供一款舒适耐用的训练鞋，也用了很希腊神话的 Pegasus 飞马作为这系列的命名。在那时 Pegasus 鞋款呢也迅速获得了成功，并成为 Nike 最受欢迎的跑鞋系列之一。Air Pegasus 2005则是 Pegasus 系列的第22代产品，首度发售呢如其名是在2005年的时候。在这次回归之后呢，也将名称改为了 Air Peg 2K5， 更为直觉好记。一开始就公布了数款配色，也看出 Nike 在经营复古跑鞋这条线的信心。鞋身保留了当年 Pegasus 2005的设计，并替换成现今的材料，成为符合当代的商品。外观的部分，这款的配色呢是以浅奶油色搭配翠绿作为鞋身的主调，再加上一点点栗子色的边框作为跳色，让整体的感觉更为活泼。前掌的部分呢，采用绿色的麂皮以及绿白相间的网布组成，在最前端呢有一个 Nike 的小字样，脚趾处呢则有2小块用栗子色框起来的区域，这区域呢则是藏了反光材料的地方。前掌的网布呢一直延伸到鞋舌处，在鞋舌上方呢有一块贴片写着 Air Peg 2K5， 这块贴片呢也是反光材料的部分，尤其低头往下看的时候呢会特别的明显。这边的区块呢则是这双鞋我觉得处理的最细致的地方。Nike 的标志呢以翠绿搭配黄色外圈刺绣来框边，非常的好看。鞋身上呢有数个大箭头组成的图案，好像穿了这鞋就会跑得很快一样。在这个大箭头的挖洞里面呢，仔细一看是有一层细细的网布包覆着表面的。后跟的侧边网布呢则有另外一块栗子色的跳色，鞋后跟处呢也有标示着 Air Pegasus， 上方也有一个 Nike 的小 logo。而中底的部分呢，在前掌处有标示 Full Length Nike Air， 翻过来在脚跟的地方呢也有写着 Full Length Nike Air， 大底的中间呢只是标着 Air Pegasus 的字样。前掌底下的格纹状区域呢是为了增加抓地力的设计，大底的颜色呢则转以深绿色为主，再搭配一些奶油黄的点缀。这款的中底呢按起来非常的 Q 弹，实际上呢也反映在脚感上面。从鞋子的内侧来看，会发现鞋舌的前端呢有点像是袜套的设计，是被固定在鞋身上面的。而鞋垫的话呢，则是翠绿色的鞋垫印上 Nike 的 logo。鞋垫的材质呢是使用杜邦公司的 Durapontex， 这个材质呢是会越穿越贴合脚型的，也多次被使用在一些其他品牌的高级产品线上。也因为鞋身的主要材质呢是使用胶体材料的关系，可以看到在透气的设计上面 Air Peg 2K5 下了蛮多的功夫。直接在黑暗中打光来比较，就可以看到网布的区块非常的大，实际穿过就可以理解，其实胶体材料制成的鞋还蛮聚热的，所以会这样设计呢也是有它的道理在。整体的透气度我觉得还是 Vomero 5比较好一点， Air Peg 2K5 呢则会比 P6000 略优一些些，当然还是得搭配比较吸汗透气的袜子，穿起来才会舒适一些。而外观的部分呢，跟 Vomero 5以及 P6000 的比较，会觉得 Air Peg 2K5 比较大块头一点，跟一样是由 Pegasus 进化而来的 P6000 比较接近。相对的 Vomero 5在3款中则看起来比较时尚，有一种利落感。不过 Air Peg 2K5 其实也很适合现在的宽松风或是偏休闲的运动风穿搭，就看使用者怎么搭配了。而脚感的部分呢，毕竟 Air Peg 2K5 有着 Pegasus 系列的血统，是一款缓震跑鞋，脚感非常的 Q 弹。
实际穿着呢，也可以理解这是当下所流行的舒适脚感，或许这也是 Nike 会在这个时间点再推它出来的原因。有点像 New Balance 880系列，有点像亚瑟士的 Nimbus 9，也有点类似 Mizuno 的 Wave Rider Beta。整体来说呢，因为比较偏缓震的关系，它的支撑性感觉没有 Vomero 5跟 P6000那么好。3款比较的话，倒是会觉得 Vomero 5比较均衡，各方面都有顾到。而尺寸的话呢，这次我是照先前的经验，跟 Vomero 5以及 P6000一样拿29公分。在3款里面呢 ，Airpeg 2K5 是最宽松的，而 P6000呢则是比较中间，一开始很包覆，穿久了会略松。而 Vomero 5则是长度略长，但鞋身比较包覆，贴脚一点。Airpeg 2K5 的宽松度呢，有点像是穿 New Balance 美制93的那种舒适感。不过因为 Pegasus 2K5 比起 Vomero 5跟 P6000 内部空间都还要大的关系，我拿29公分呢，在走动时会觉得有些不跟脚。仔细的确认呢，是因为在前掌处并没有太贴合，而后脚跟处也不是太密合。或许照我平时 28.5 公分的尺寸来拿，会是比较刚好的。目前 Airpeg 2K5 这款呢，也算是一般发售的款式，在 Nike 比较大的店面也都可以看到实鞋展示，还是会建议想买的朋友呢，实际去穿过会比较准一点。为了让鞋子穿起来比较舒适，后来我做了2个调整。第一个呢是鞋子出厂时候的鞋带绑法有比较松一点点，我改成了 overlap 的绑法，让鞋子比较贴合脚背，减少不跟脚的状况。另一个呢则是换上 New Balance 的 RCP150 鞋垫，增加鞋子的支撑性跟稳定性。果然足弓跟脚跟被好好稳住之后，走动时呢就比较跟脚了。关于 overlap 的鞋带绑法，也可以参考我之前做的鞋带教学影片。这次呢，我的购入管道是从 Nike 的官网，是在发售的第一时间就订购寄到台湾。如果有在 Nike 官网订过的朋友，应该就会知道，台湾这边的订单呢都是由新加坡出货的，大概5个工作天内会到货，不需要额外付关税。如果没有满一定金额的话呢，也要多付300元的邮寄费用。目前这款的新色呢，在台湾实体店面引进的速度比较没有那么快，倒是先前出的配色呢，也已经进入了促销阶段，在电商甚至可以看到2000出头的促销价。有想购入的朋友呢，可以多比较，也可以再等等看之后是否有更好看的配色推出。如果说要跟 Vomero 5以及 P6000 3款比较，选出最优的一双的话，我想从定价上面就可以直接看到他们的排名差异性。不过以穿搭的面向来看的话，相信 Airpeg 2K5 也能搭出属于自己的风格。以上就是关于 Nike Airpeg 2K5 的新的分享，欢迎留言跟我分享你对这款鞋的看法。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别忘了帮这个影片按个赞，订阅这个频道，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接收更多新鞋的情报。那我们下次见，拜拜。其实在原厂鞋垫穿久比较贴合你的脚型之后，它整个支撑性就会出来了，是跟 P6000 是差不多的。那整体的感觉呢，其实有点像是 New Balance 旧款的 Fuso Rebel。不得不说 Nike 的这个 Air 科技其实还是蛮厉害的，除了缓震之外，也提供了适度的支撑性，所以我觉得这一款其实是还蛮值得推荐的。